，RNGem 应该就是杨戬凯或者是杨戬镜。先搬杨戬，然后看 RW 侠搬不搬鲁大。直接搬鲁大。那他应该是鲁大加上大司命吧？我觉得是的。RNGem 搬了一手凯，这个凯今天感觉一直都没有给啊。哎，搬了空空儿，把大司命放出来了。那这接不接？不过他不用着急接，反正对面已经用过了。看 RNGem 想法。嗯。如果他这把是大司命的话，那 RW 侠后续的阵容上，中路真机没了，有海月。先选阿古朵，先选阿，但是 RNGem 的阿古朵是个摇摆位。我觉得这可能是个诱饵，对吧？因为极光他用过一次阿古朵，而且获胜了。对他可能先亮阿古朵，然后到后置位，在4、5楼的位置给你出一手大司命。对的，开始疯狂摇摆了。先看一下 RW 侠，真香。这时候看 RNGem 发育路或者是打野，他肯定不着急出那另外一个人。没错，他得摇摆啊。先考虑出别的，先把游走苏烈拿了，然后再看这对抗路要不要先出，黄铁也不拿。我觉得他这个真迹有点这个，一是好打对面的真香，然后还有的话也是抢掉了一手真机。哦，对面已经用过了，他这把真机可以打就是打连体消耗，真机打连体，打连体，然后女娲用来 counter 真机。就看这个班位上面大司命出不出力了。有没有想到有没有想到这阿古朵会摇一下？想到了，直接把大司命搬了。说阿古朵给我去打野。看 GM 后面，我觉得要搬飞搬进，这些都要搬。RW 侠搬一手仓，双方对抗路都没亮。这一把 RW 侠是红色方，他5楼 counter 位可以留给对抗路。搬了一手夏洛特，是自己用过的，对手还没用过的。再看 RNGem 最后一手搬了狂铁，双方都没用的，但是在红色方的 RW 侠是先拿。而且 RW 侠他需要一个前期能够撑强度的，他目前中射2个点都需要发育。这手就比较难受的地方就是这个阿古朵啊，走哪里呢？先出梦奇，不管了，拿自己的，拿自己前期就能顶视野顶住的，还能接团战接 combo 的。哎，这把如果出哪吒怎么样 ？RNGem 这边 ，RNGem 出哪吒。RNGem 出哪吒团战有画面的可以出，这把如果是个打野哪吒的话，去飞女娲或者飞孙尚香，很影响他们团战输出环境。哇，这么肉的阵容吗？猪八戒加哪吒，这猪八戒是对抗路，因为他之前用过，他用过一把赢了，然后哪吒这个点的话是用过2把也赢了。他这手猪八戒出来不会是在防 fly 出钟无艳吧？你这已经想到第几层了？因为我有看切片，看 fly 有套钟无艳。最后来了一手芈月，就发现说，哎呀，对面这个阵容确实塔度很高，正面很能开啊，但是感觉带线点稍微有点薄弱了，所以出了一手芈月。其实之前 RW 侠有过这样的一个出的局，我记得有一把应该也是第2轮的时候打的，但是没有打出很好的一个效果来，因为对面强冲的时候，他们正面4个顶不住。然后芈月这个英雄他来不及说我赶过来参加正面团战，就是这是他们上一次当时拿芈月输掉的原因。那应该经历上一次的一个失利，这把应该会比上一次好一点。但这把的话，你会发现他们正面要去顶这个强度的话，你碰到对面的这5个英雄，前中期有些难受，前中期比较难受。后期的话倒还行，因为后期女娲伤害起来之后，他们的消耗是比较猛的，再结合孙尚香慢慢打，就是，但说实话确实挺怕对面强冲的。这把 RW 侠其实他们上野在前期的压力会比较大啊，梦奇得去顶一个前排的视野，然后芈月得不断的去做到一个带线的牵制，去给自己的中射发育的时间。是的，感觉他们 RW 侠前期这边他们一个梦奇还是挺厉害的。哪吒前期是要发育的，中后期这把哪吒是RNGem 阵容上的一个带线点。
RNGem 这一把的话，首先它的一个阵容，你会觉得是那种，所有的人都是只有往前冲的，对吧？这把阵容是没有撤退可言的。而且他们除了苏烈这把是晚星在这个赛季第一次用啊，其他的每个英雄都是这个赛季没有输掉的英雄，就是奔着说我想去咬下这个决胜局打出来的一个画面。这把猪八戒也是带惩击，跟他上一次一样，要控资源的，这样在跟芈月打对线的时候才容易把资源控到。这把呀还是非常好看的，尤其是 RNGem 他们现在越来越有自己独特的一种 BP 的思路和风格，我觉得这也是选手和教练之间的双向信任吧。只有这种情况底下，你才能够拿出这种好像大家不怎么常见的英雄或者是阵容来的。而 RMC 的话，这把阵容也是回归到他们这支队伍的本质，就是他们是一个4E很厉害的队伍。对，然后这把的话也非常依赖于 Fly 啊，要不断的去编带，去给自己的中射发育这样的一个时间。他这把芈月发育正常的情况下，中期开始他边带 RMGM， 没有人带得过他。看一下4级前 RNGem 这边会不会也去上半图给 Fly 这边形成多一点的压力，包括真姬这一把他也是可以放线去打的。一起来期待一下吧。B 组的第1和第2之争，今天这一场的胜利究竟花落谁家？决胜局，蓝色方上海 RNGem， 红色方济南阿拉伯侠。我是季吹雪，我是肌肉黄超。第一波中线 RNGem 是抢不到了，他们选择让苏烈直接去边开，帮猪八戒。哪吒这第一波中线只能过后线，两边都是做了一个换线。RNGem 这边是一个游走的边开，然后阿拉伯侠就是一个中下的换线。对。上香太乙清完中直接来看赤甲，但猪八戒这边捏了手惩击，可以直接交惩击。对的。阿古朵放生，这很爽啊！直接让他把红隼给放生了，加了手穿透。那空间之灵的话 ，RNGem 是控不了的。双香上路帮完，直接继续传中。下路的话就对着发育，但是阿古朵资源是全吃。对，所以整体阿古朵的经济目前是比较高的。这苏烈就一直跟猪八戒绑着，那芈月对线是很难受。这英雄选出来1打2，确实不太行。球员也过来了，过来他也留下在侧面人，直接闪炸找到了樱花的一手猪八戒。第一时间伤害不太够，又被苏烈做了波拆火。猪八戒成绩也好了。这个赤甲的话 ，RW 侠也反不了，看能不能把猪八戒赶走。没赶走，没赶走的话，一个成绩直接把赤甲拿到。其实前期猪八戒加上苏烈这个强度还是太高了。是的，然后又因为这波在上路3打2打的时间太久了，导致于 RMGM 的中轴啊，他们的一个中野是拿中线权的，所以就没办法 RW 侠控空间之灵了。这个空间之灵只能先不管了。而且他的下半图资源其实基本上全部都是激光的阿古朵控到的。对的，因为女娲这英雄前面还是太弱了。芈月经济被压了，好难受啊！这波太乙就没跟孙小香，直接去跟芈月。下路的话就是两边对着清线，然后阿古朵控更多的一个资源，打是打不起来的。这个红跟着吃点，把经验吃，经验经济补一补。其实，在4分钟龙团那一波，感觉阿拉伯侠他也可以选择直接不接，就是放掉。最好不要打。对，感觉打会强度太高了，又是双惩，又全都是前排看着，一眼望上去3前排。这波阿拉伯侠的爆中还是蛮有效果的，打出了9系的闪。
但看这个站位，觉得 RW 侠还是有点想要去争抢的意思的。有这个想法，他们可能会打架，因为九夕没闪，到时候逼个团让太乙过去开，直接去开这个真机，然后其他人接 combo， 一套先把这真机秒了，秒完之后再拉开。毕竟前面也说了，梦琪前中期还挺厉害的，很肉。小 A 在这晃，直接被控，直接吃 combo 了。太乙状态掉了，复活也被逼，这位置还容易被守。哪吒转过去，不着急，不想把技能浪费在太乙身上，先拉扯一波。但梦琪很肉啊，再配合女娲的这发消耗，反倒子怡状态被压下来了。大招反撞，想配合上队友再去留一下梦琪，但是梦琪确实比较能顶。哇，这波有点尴尬。而且最后的龙，RW侠这边要去拿有惩没什么问题。这波他的一个过程其实是非常有趣的，就是 RW侠这边上路点对点，首先看住了一手猪八戒，然后正面4打4的情况底下，其实是小 A 的太乙先被开到了，而且所有的技能都被打了出来。但后续在拉扯的过程当中的话，子怡他吃了太多的一个伤害，贪了。其实说白了，有点贪太乙的起身。贪太乙的起身导致于他们的一个站位靠在那条线上面，被女娲一个大招穿过去，然后还有梦琪这边也来了点伤害，导致于自己这边打野被耗残了。而这把的话，女娲她的第一个大件做的就是梦魇，限制一下对面的这个回血啊，都比较多。猪八戒阿孤多，对。这上路对不过，直接来中路清线，然后让真机去上路抗压。正好真机也避开女娲。开要开，女娲直接3技能传下来，哪吒的位置非常脱节，想勾引一下，引到苏烈那里，先开2个，但是没有伤害可以跟啊。猪八戒要来了。砸过来想推孙尚香没有推到，那就留女娲，女娲招了个闪现，还是被带走，点死了。激光拿到第一滴血，看一下能不能反打，保着孙尚香先去打一下，然后侧面先找太乙，太乙的闪被打了出来，最后的话这边差一点点的一个伤害，丝血走掉了。正好再传下来，直接把下塔推掉。这波真的是 RNGM 硬生生的用坦度肉死了对面。是有点这个意思。我们来回顾一下，先是哪吒被开嘛，我看哪吒扛了一波技能，还有个1/3血，然后引到苏烈那里，苏烈把这团战开起来。但其实开完之后，太乙也可以不选择开，但还是选择继续打。在继续打的过程里面，这女娲的位置就很尴尬，直接被苏烈和猪八戒留了。现在孙尚香整体打前排的速度也非常的慢。现在就是 RW 侠。第一波伤害下去，秒不掉人。也是这个阶段开始，我们说到要利用 Fly 这个点，不断的去牵制对手，然后给自己的双 C 发育时间。是的，他已经拿到红 buff 了。这波中轴RW侠拿不到，拿不到的话，芈月上路就不能优先。哎，苏烈想提速啊，这个位置。想绕塔后，但兵线被清得很快，压不了。但这个确实是 RNGM 接下来可取的一个地方。就是你如果看不住这个芈月，你就是在正面给到足够的压力。RNGM 继续换，再换一个上去，反正下路也推掉了，直接把阿古朵换上来。这种协防是非常有效的，我觉得。你看到7分半的时间，他们的上路外塔都没掉。对，其实 Fly 这把对线期打得很难受的。这开局的时候就是1打2，然后后面的话，人家不跟你玩对线，派个真机过去抗压。那 Fly 清完线之后，这塔也不好推，真机清线比较快。然后这时候的话，阿古朵也换节奏换到上面去了，这芈月又压不出去。主要是这个外塔迟迟不掉的话呢，芈月他就没有办法开始真的去做这个带线，对它的作用就会很小。对的。RNGM 在不断的限制对面 Fly 的这个点。这波猪八戒想断线，意图被发现了。红区无双也一个人顶进去了，哎，他还抢到了这个红。哦，抢完还走了。对。这波他是卡了一个子怡，当时惩没好啊！我刚刚看他那个惩差不多还5秒钟。哪吒先打个蓝 buff，让猪八戒过来挤视野。小 A 想开团，
没找到人，等下一波。这时候 MGM 5个人全漏了，看苏烈直接闪开的2个，找到的是女娲，很好，直接把剑月这边给带走了，很好的一波开团。这个时候子毅再追进去，黏住苏尚香，找到苏尚香，但是有1塔在，苏尚香可以边打边撤，但是这个时候中路线是可以护住的，中塔可以破掉。不想被太乙开，先晃一下，完全不急，下一波再推，先把小暴君拿了。这波 Flash 一直在上面单带，终于把上路的外塔给推了，然后再能开个先知主宰。整体苏尚香和哪吒是一个差不多的经济。这座中塔破了之后 ，RW 侠后面10分钟的这团战就难接啊！而且感觉他们的野区也会面临到很大的压力啊。RNGM 这套阵容，他进野区能力也很强，视野好撑，而且也好开。对面这种连体的一个组合，现在 RNGM 完全可以趟着他们的伤害过去顶到脸上。对，得快点让苏尚香把破晓做出来，再给他点钱。快了，这波中线吃完，再吃一个红 buff 就够。是的，因为他已经7号。但是这波可能吃了红，中线就吃不到了。女娲在帮苏尚香提速，然后梦琪在卡中线。获得强化，炮车出击。哎，苏尚香钱够了，破晓掏出来了，穿透上已经拉起来了。女娲大招想消耗真机没消耗到，上路要抓芈月，守在芈月的一个落点，女娲传下来做协防一下，要想包一个奔狼冲过来，直接太乙先去找到的是对面的一手哪吒，然后这个位置哪吒是一个反撞，找到的是对面的秋元，秋元被逼了一个闪，现在哪吒追着他点啊，一直在往后，还是被烫出来了一手大招站起来要被撵，又是硬生生的用坦度支撑住了 RNGM 这波团，两边的射手位置做了一波互换，然后苏烈再卖个被动，点个灯起来，芈月大招被逼，猪八戒勾一手，勾回来，苏烈再顶，能杀。女娲大招，哇，杀不掉，太肉了，太肉了。你说孙尚香刚刚其实已经极尽所能输出了，但是这个哪吒追着他一路的转啊。是的，我们从小地图上看着好像是 RW 侠包过来，来势汹汹，一个奔狼带着冲过来要去开人，然后结果哪吒反飞一手，这孙尚香完全打不了，只能跑，跑还跑不掉。对。你在那个视角其实蛮无助的，哇，这波消耗也很好。但太乙能留，哎，闪现躲开，躲了一下女娲的大招，还顺带把太乙控制那一下给躲掉了。苏烈、曹理敦再顶一下，阿古朵跟输出，大招砸过来，打一个复活站起来，他也是走不掉了。孙尚香看到猪八戒过来，头也不回的就走，但是有一个哪吒从天上飞过来，直接给到了压力。子怡自己停了下来，不想越塔，这个时候要稳一下节奏，把龙开了。现在这段时间正是 RNGM 这套阵容最强的时候。黑豹拿完，这给这一套多肉阵容又是增添了一点伤害。多肉阵容也是非常形象的一个描述了，可以说是。这确实很头疼啊！你站在RW侠的角度来说，真的是有点无助了这个阶段。完全不给 RW侠的后排输出空间。对，就你孙尚香根本就没有消耗前排，所谓消耗前排的机会，就是你一碰到前排，就是3个在你的脸上。双线齐进，猪八戒先慢一手顶过去，阿古朵丢球，直接消耗防御塔血量。女娲一个大招，也对着消耗一下，极光的状态惨了。哎，这波可能是RW侠的一个机会啊！飞进去了，然后小 A 这边也是过来想要去舔，婉欣交了一波闪现，是往后走的。猪八戒在前面非常能撑，梦姐交了个大招走掉了。然后哪吒先走过来看一手，但是自己被反开，哇！猪八戒这波2技能再加1技能，找到秋元，而且真机的一个冰冻也跟上了。樱花这个反开是真好啊！他抓住了RW侠想要激活子毅这种哪吒的一个时间点。一手2技能勾过去，对的，再1技能一控，哇，
把阿达布侠整体血量都压低了，跟真机打了一个配合。对的，他精准的勾到了秋元的孙尚香。是的，嗯，一下子把阿达布侠那种想要反打的势头给他浇灭了。其实那波阿达布侠已经打得非常漂亮，在这个拉扯的过程当中，我们来看到整体樱花这一把的入侵率55%，反野数是11个。这入侵率有点高，有点夸张。也是这版本对抗路带成绩的，基本上看不见。确实，其实大家看到对抗路的猪八戒都已经非常少了。女娲大招直接先耗一下中路的血量，中线的血量。现在这个时候就体现出来芈月这个英雄他难的地方了。团战作用很小。然后同时这把又没有办法再去带边线了。对，边线已经是完全带不出去的一个状态。是的，阿达布侠只能通过一个保着孙尚香真机，保着孙尚香女娲，慢慢找机会打前排，抓对面的脱节。其实这边阿拉布侠已经出了3重伤了，制裁、梦魇、红莲斗篷。下路的兵线送过来。阿古朵先打第一套也很痛，女娲大线清招不，掉。看太爷小 A 要冲，想开人，被猪八戒干扰了一下，还有直接关门，拍了3、4个，再跟上了真机的一手大闪，这波 AOE 直接拉满。然后看一下，只有芈月一个人了，想要去清线显得异常的艰难。婉欣直接拍出了一手无坚不摧，团灭对手之后电掉水，让我们恭喜上海 RNGM。在 B 组目前3大场连胜，而且他们中断了济南阿拉布侠在 B 组